这个个人电脑开发的一个生态圈。那最下面一栏，这些就是所谓的 OEM 或者叫品牌厂，那就是大家常见的那些品牌，比如说像我们的 HP 或戴尔电脑、Lenovo、苹果、ASUS、Acer。那中间这一段叫做代工厂，或者是我们也会叫系统整合厂。然后他们就是像这些讲到的这些电子骨骼代工厂，那他们厉害的部分就是可以用非常经济的方法去做制造生产。然后最上面这一端就是独立的硬体或者是软体的厂商，像是 Intel、AMD 啊，或三星、Micron 这些做 memory 或者是 panel， 或者是做声音晶片的处理器做 HDD。啊，右边的是软体厂商 Canonical 做邦图的，或者是 Microsoft 做 Windows 的。那我们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生态圈。每年最上面的这些独立厂商都会发表说，他下一年会有哪些新的技术，然后会去跟品牌厂这边去做推销。然后品牌厂会根据我们想要交给客户的不同种类的客户，我们设计不同种类的产品，我们就会开规格，然后去给中间的这些代工厂，请他们帮忙去做设计，然后达到我们的需求，帮我们去做出货这样子。所以这边就包含着非常多的研发的时候的各种讨论啊、debug 这些。我在这一页稍微列举一下，说一台电脑里面大概有哪些主要的元件，这大家应该计算机概论应该都很清楚。然后就比如说像 CPU， 我们就有4家不同 vendor，memory 也有4家 ，SSD 也有4家。但是我们一个产品出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从低阶到高阶全部都要包括。那意思就是说，可能我们虽然说有4家厂牌的 memory， 但是可能出货会搭载的是8G、16G、32、64，硬碟也是从256到4TB 都有。然后这些每个不同的 option 选项组合起来都是就 complexity 复杂度很高，可能会有个300-400种组合。那我们这边所做的就是必须确保所有不同的组合的相容性跟可靠度都要维持着我们的品牌的规定，然后给消费者最好的稳定的体验。那这张图讲的是，因为我们做的是商用型电脑嘛，那这其实就是一个示意图，在一个 modern leader 它的座位上，它是怎样的一个使用怎样的设备？那当然有开会用的耳机啊、电脑，然后外接键盘、滑鼠、荧幕，然后 webcam， 一些 docking 就是延充的延伸扩充的 hub 这样子。那这跟其实跟大家普通消费者使用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你可能就是带着一台笔电，但是你在办公室里面的话，你需要很多配件让你更有效率的去完成工作。然后我们惠普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让它跟这些相关的配件都有经过很严密的开发跟验证，确保说你在工作使用上环境的品质以及稳定性是最好的。那其实我们其实有同学有问说，那到底学校的应用跟在企业的应用有哪些不一样？其实通常我们常常就是会遇到的事情是说，好像业界用的东西，大家会很紧张的是说，我不知道各位会紧张啊，但至少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很紧张。但是我们到底在学校学的跟在业界用的，是不是可以让我进入是一个职场的一个技能？对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同学是，我觉得不用想那么多，因为其实像我们各位可以看看，其实这就是我平常在 learning 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什么，作业系统，比如说我们要做一些 interrupt scheduling 啊，还有做一些 power management 啊，其实这个都是在 OS operating system 上面的一些应用。所以另外就是不管是 compiler 啊，还是 register tracing 的，还是一个 data structures， 还是说 Ethernet 的一些 Ethernet TCP/IP 或是一些 USB emulation 的一些原理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校都有在学的东西。那往往其实各位可能就是比较要去针对一些 basic 的技能，能够有一些基础上的一个认知，然后知道怎么去应用，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再来就是遇到问题你要懂得去解决。其实我们在业界跟在学校不太一样的是说，其实业界往往在看的是说，同学怎么让事情解决，可以或者是让一个事情从无到有的去发生它，然后去产出它。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针对技能的部分呢，我觉得各位都是硕一，接下来都会是硕士毕业的台科学生，其实这个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其实像在学校啊，比较focus 在一个学术的研究，然后但是在业界不一样的地方是，当我们有一个想法跟例如一个论文或是一个专利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让它发生？再就是你必须考虑的很全面。像例如说我讲一个 camera AI 好了，我们在讲这个 camera， 你可以看着人脸跑来跑去，然后你就可以调整它的亮度啊、画素啊什么的。
如果这么多的电脑，你怎么样透过 AI 可以让每个电脑当你看到哪里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调整它的东西？好像不太可能，但是其实这是行的。那重点就是你怎么样让它发生？再来就是，我们要在业界通常要考虑到它的商业价值啊，就是这个东西到底它有没有商业价值？像我们讲 Camera AI，或许它是可以让我的产品更不同，然后可以让我的客人更具有吸引力这样子。所以这个就会是一个我们的商业价值在。然后另外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 IP 专利出来之后，你有没有办法就是不是这个 IP 结束就算了，你有办法再做下一个一样的东西的应用，下一代再接下来5年，你可以透过你的专利再去更延伸它。这是业界看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但就是通常你在学校是可能你一个人研究，或是跟你同学2个研究就行了。可是在业界是你是一个团队，可能5到10个人，那更不外乎你可能要我们刚刚说的上下游厂商啊。你可能还要跟 Intel 啊、跟 AMD、跟 NVIDIA 或跟 Google 啊去开发，你可能还要找看看它有一些硬体厂像 Realtek 啊，这些厂商你可能还要跟他去合作啊。所以通常我们讲的是一个 team 的 collaboration， 因为一个团队的合作啊，才可以让你的事情可以真正发生，才可以让你的东西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有产出。那接下来就是在业界看的是，通常提一个专利是一个专案是一个有时间上压力的。例如说我们讲 Camera AI， 我们想刚刚像错宇讲的 Camera AI， 我们可能一个技术，它大概就是6到12个月就要完成。可是，在学校可能就是，你从硕一开始做到硕2结束，或是到博士，你可能3到5年，或者是2年啊，2年可能就要做完。可是，在业界可能没有那么长，我们大概就是6到12个月，因为你能够很快的产出，你才可以领先。我们讲说我们要领先企业嘛，你才可以在领先企业的状况下，才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商业价值啊。所以，其实我们像我举个例子说，像我们前几年在做萤幕可以自动，例如说像同学在看萤幕，我不想让我看到。我想要就是按一个键，那我左右旁边人都看不到我在干嘛，看不到我老师说的，看我在打电动，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就是可以让萤幕直接当同学有人在你旁边的时候直接变暗，直接变模糊，只有你看得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看它的商业价值在。通常同学提一个这东西我是做不到，但是它的商业价值在哪里？通常考虑到商业价值，还有就是你可不可以一代更进一步啊？从原来你左右两边可是可以扩展到后面有 camera 在看你，他也看不到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你要看它就是时程延期，你可不可以更精进它？然后通常我们就是最后就是你可能这东西很不错哦，但是我需要在半年12个月在下一代就导入，就是12个月内你要能够做到，你要跟团队做研究。那另外就是你要不是只有你听得懂啊，你要跟你的教授啊，跟你的同学，或是跟你妈妈也要听得懂。我在做什么很酷的东西，可是你要跟不同层级不一样，跟你不同knowledge的人，他也能够听得懂在做什么。所以就是另外这个就是一个 communication。所以其实在学校跟在业界很不一样的是，同学往往就是不会是进业界之后啊，不会是你自己做一个事情就可以完成，不是说你提出一个专案就是给你很长的时间去做，有时间压力。另外就是你要能够很好的去你要想想看怎么去跟大家沟通。